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5分钟中文。5分钟中文是一档每周末更新的中文播客，用自然的中文跟大家聊生活和学习中有意思的事儿。每期播客的文稿都可以在我的网站上免费获取。除了各大播客平台，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听带字幕的5分钟中文，欢迎大家观看和收听。现在正好是中国的5·1假期，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黄金周，所以今天想聊聊中国的黄金周，还有它的一些历史变化。黄金本来是一种贵金属，也有很珍贵、很有价值的意思，所以黄金周其实可以说是一年中一个很重要的星期，这样一个意思。黄金周这个说法其实最早是从日本来的，当时正好有一段连续的假期，很多人都有时间去看电影，票房也就特别好，所以就把这一星期叫做黄金周。在日本5月1日前后，本来就有一些法定节日，加上周末，就自然形成了一段连续的假期。所以现在日本的黄金周也是大家集中出门旅行的时间。不过，虽然黄金周这个说法最早是从日本来的，但是中国的黄金周其实是从1999年开始实行的。当时主要是为了刺激经济，当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，中国政府把原来的一些假期拼在一起，形成了一段比较长的假期，让大家有时间出门旅游、消费，从而带动经济。后来，中国形成了3个比较长的假期：春节、5·1和11。我小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平时要上班，所以只有在5·1、11这种长假的时候，他们才有时间带我出去玩儿。每次和爸爸妈妈一起出门旅行都很开心了。后来到了2008年，5·1黄金周被取消了，从7天变成了一个比较短的假期，减少的这部分时间分给了清明、端午和中秋这些传统节日。当时很多人反对缩短黄金周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年假文化还不够成熟。在很多欧美国家，公司一般会提供比较灵活的带薪休假，大家可以自己安排时间出行。但是在中国，很多人请假并不容易，所以如果没有5·1、11这样的长假，其实很难有机会出去旅行。这就是为什么一到黄金周，大家都会集中出行。再加上中国人口比较多，很多热门景点一到长假就变得人山人海，旅行体验其实并不好。所以，如果您有计划来中国旅游的话，我会建议尽量避开黄金周，因为在这个时候不只是人多，而且酒店也会更贵，交通也很拥挤，玩的不会很尽兴。
当然这些年也有一些变化，比如中国的年假更普及了，大家可以选择淡季出行，不用和别人一起挤在这个时候出门。而且现在通过调休，五一假期也慢慢变回成了一个小长假。那今天关于中国的黄金周就跟大家聊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5分钟中文，欢迎您帮我订阅、分享、转发，让这个节目能帮到更多人。如果您愿意支持我，节目的描述栏下方有支持链接。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喜爱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